如果说到台北的约会圣地，你会想到哪里？很多人可能会说碧潭，碧潭啊，可以说是台北最老派的约会地点了。你想想，这里又好像永远踩不完的天鹅船，还有那座总是在微微摇晃的吊桥。我知道，听到这里，你心里可能在想：哈，天鹅船、吊桥，都什么年代了？这也太老派了吧？谁还在玩这个啊？先别急着划掉哦，因为就是这个冬天，碧潭来了一个很不一样的客人，一个超级特别，而且还是限时期限的贵宾。他要来干嘛呢？他要来亲自监督你们的约会。没错，就是他，来自日本的佛系教主水豚君。你看他那个脸是不是超级淡定？在限定的这段时间他就会这样静静的、懒洋洋的飘在水面上，用他那种好像看透一切的眼神来当你跟你另一半的爱情心灵导师。好，那既然有心灵导师在，我们的约会应该说是一场关系大考验，现在就正式开始。来，第一关我们称之为信任之桥。首先你得知道，你脚下这座碧潭吊桥，它可不是什么新的建筑，它是1937年盖好的。1937年呢，算一下，都比我们很多人的阿公阿嬷年纪还要大了，这根本就是老派中的经典款，对吧？所以当你跟心仪的对象一起走在上面的时候，一定会感觉到桥在微微的晃动。但别怕，这不是它不稳哦。有个很美的说法是，它不是在摇晃，它是在呼吸。这其实是他设计的巧思，让他可以跟着风、跟着人的脚步一起律动。这是不是也像在说一段关系里那种有点心动、有点不确定的感觉呢？好，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你感觉脚下在晃，心跳在加速，可能手心还有点冒汗。这时候你往下看，就会看到水面上有一双超级淡定的眯眯眼，正静静地看着你。那个眼神好像在跟你说，同学是在紧张什么？放轻松啦。OK， 如果你们顺利通过了第一关信任之桥，先别高兴得太早，因为接下来大魔王关卡来了，就是传说中的终极考验——分手天鹅船。这可不是我乱说的哦，都市传说都是这样警告我们的。情侣只要一起去踩天鹅船，回来就差不多要拜拜了。你不好奇吗？到底为什么这么可爱的天鹅船看起来超浪漫的，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魔咒？答案揭晓，因为这根本不是什么浪漫约会，它是一场伪装的很好的双人高强度腿部间歇运动。真的，你想想看，第一，你们两个的脚力跟节奏要一模一样，不然船就只会在原地打转，哪都去不了。第二，一定会吵架。往左边一点啦，不是啦，是右边。光是为了方向就能吵到不行。所以说，这艘船考验的根本不是爱情，是默契、沟通，还有你大腿的肌耐力。然后最经典的来了。当你们在船上踩到满头大汗、气喘吁吁，可能还在为方向冷战的时候，你一转头就看到旁边那只超巨大的水豚君，用他那张与世无争的脸看着你们，他好像在用眼神说：“你们人类好忙哦。”这就是佛系教主的开示啦。浪漫是名词，但相爱是动词。有时候学我，慢下来，一起飘着，不是很好吗？不过这位爱情大师可是有上班时间的哦，他只待到12月28号，错过了就没有这只超萌的水豚君来帮你们化解船上的尴尬气氛了。好，如果你们成功的克服了重重难关，没有在天鹅船上闹分手，那恭喜你们，你们值得最棒的奖励，那就是碧潭的魔幻时刻。差不多傍晚6点开始，整个碧潭就会大变身。白天的山水画风景，刷一下就变成超有未来感，甚至带点赛博朋克味道的夜景。尤其是那座吊桥上面有，你听好哦，17472颗 LED 灯，这些灯会同时亮起来，还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起跳动，那个画面真的超级壮观。
所以你看，这整趟下来是不是很有意义？你们一起在摇晃的吊桥上找到平衡，又在累死人的天鹅船上找到默契，还有我们佛系教主水豚君在旁边见证。最后，在这么美的灯光下，拍一张那种最经典、最老派，但也是最可爱的合照。这绝对会是一个你们很久以后都还会笑着拿出来讲的回忆。所以了，这真的不只是一趟普通的约会，它是一场货真价实的限定期限挑战。好，那现在问题来了，你会想 tag 谁，约谁一起来挑战这艘传说中的分手天鹅船呢？是想跟他培养默契，还是纯粹只是想看他踩到腿软的样子？不管怎么样，记得哦，12月28号以前，快来碧潭，找回那种又紧张又兴奋的心跳感觉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订阅，还有分享我们的频道。故事藏在地图里。碧潭的佛系教主水豚君展期已经在倒数咯，千万别等到他下班游走了才后悔没来。赶快 tag 那个你想约的人，我们碧潭见咯。